一个男人要怎样才算专一？眼前这个长相一般的小黄毛，刚结束调任，回到东京，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购物，寻找新产品。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6年，但是久利生这个爱好却一直没变。看完心心念念的电视购物节目后，他才急匆匆赶到和检察院众人约定好的交际舞演出现场。可旁边的吴子却对久利生意见很大。看演出的时候，全程无视这个小黄毛。很明显，对于这6年来久利生没联系过他这件事，吴子至今还耿耿于怀。而这次刘完部长特意把久利生调任回东京，也是有原因的。最近检察院这边的芝山和老婆闹离婚，堆积如山的案子，他们是真的忙不过来了。久利生回来这里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就是重伤致死案。一个叫梅林的保安在晚上到自动售卖机买东西，结果却和一个路人李山发生口角。争吵中，梅林出手将李山推倒在地，而李山摔倒的时候，头部刚好撞在旁边的花圃上面，最后脑部出血不治身亡。目前看来，这个案子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嫌疑人梅林已经认罪，久利生和吴子只需要正常提起诉讼就可以。时间很快来到法院，庭审当天，就在久利生陈述完梅林的罪名，以为这个案子很快就能结束的时候，被告梅林却当场翻供。好不容易回到东京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就被打倒，久利生当然是不能妥协的。回到检察院，饭也不吃，就开始准备反击材料。检察院的同事告诉久利生，千万别掉以轻心，因为帮美林辩护的这个律师就是大名鼎鼎的蒲生一臣，也是目前打赢刑事案件最多的律师。同事的话让久利生皱起了眉头，为什么梅林一个小小的保安能够请来这种出名律师来辩护呢？第2次开庭的时候，久利生找来现场的目击证，大妈说当时她看得清清楚楚，一个白领人士和金发男人在争吵，接着金发男就出拳打人，最后把那个白领推倒后就开车逃跑。而这个金发男就是法庭现场的梅林。证人大妈话音刚落，梅林的律师蒲生就开口反驳，表示这个大妈的证言不可靠。说完便拿出和事发当晚相同的低压灯，然后再让助手把法庭的窗帘拉上。做实验，只见蒲生打开灯管，然后掏出一顶道具假发，询问证人大妈这顶假发是什么颜色。大妈瞄了一眼，然后很认真地说假发就是金色。听到满意的答案后，蒲生露出笑容，然后便让助手打开现场灯光。此时桌面上出现的那顶假发赫然是蓝色的，而这也达到了他抨击久利生、目击证人不可信的目的。连续吃瘪激起了久利生的好胜之心，第2天就带着吴子再次来到案发现场。之前庭审的时候，证人大妈说梅林是开车逃跑，他仔细观察了一下现场的花圃，确实有车辆刮蹭的痕，很明显当时梅林跑得很匆忙。这时屋子告诉他，梅林确实有一辆车，但是调查记录里写着那辆车第2天就被卖掉了。没办法，俩人只能来到梅林卖车的那家废品站。可赶到的时候，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就在久利生线索彻底中断的时候，搜查科的人找到了他，还把久利生和吴子带到了他们的办公室。也是在这里，久利生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梅林只是一个小保安，却请得起浮生这种大律师的真相。戴雄告诉久利生，梅林被花岗案牵连到了，前交通大臣花岗被怀疑受贿1亿日元，但是他们对这个社会案子进行调查的时候，花岗却坚称自己当时在翅膀太牙医诊所的院长和保安都能证明，而牙医诊所的这个保安就是久利生现在正在调查的梅林。如果案发时间梅林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和别人发生口角，那花岗这个不在场证明就会不攻自破，所以这也是花岗千方百计都要帮梅林胜诉的原因啊。一群检察官周末不休息，来到废车处理厂，然后满脸兴奋地奔向远处那堆被处理过的破铜烂铁，只为帮助这个叫久利生的小黄毛寻找线索。结果还没开始找，吴子就被废料割伤了手指。久利生看到后，连忙跑去废车厂的办公室借绷带，结果却意外发现了废车厂的负责人正在通风报信。在一番你追我赶的抓捕后，检察院众人终于逮住了这个心里有鬼的负责人。谁怕谁，原来这是一个非法走私的废车厂。久利生他们要寻找的那辆印有南魂的面包车已经被负责人偷卖到韩国了。为了能找到案发车辆，将梅林定罪，久利生带着吴子不远万里赶赴韩国找车。这是一个以美食出名的韩国小镇，空气中飘荡着一股辛辣的泡菜味道。久利生一到当地就觉醒吃货属性，拉着吴子就要去街边饭店吃豆腐辣汤。好在吴子意志坚定，强拉硬拽，把口水流了一地的久利生拖走，表示这次出差的目的是为了找车。在一番打听摸索后，吴子和久利生终于找到了那辆拿回面包车的买主，还和他进行了一波自认有效的灵魂沟通。吴子话音未落，突然一群穿戴整齐的警察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混乱中，那个男人将一个 U 盘丢进吴子的背包中，然后转身钻入房间逃跑。一头雾水的久利生和吴子就这样被带回警局调查。原来那名叫任哲宪的男人牵涉到了一个贩毒集团，
好在吴子及时解释清楚，这才和任哲宪撇清了关系。因为当地警局只有一位懂日语的警察，没办法，只能由这位金警官陪着久利生去寻找丢失车辆。三人先是去了存放丢失车辆的山顶，可绕了几圈都没看到那辆男魂面包车。没办法，他们只能用最笨的办法迎接，见人就问。久利生甚至连吃泡菜的时候都没忘记向摊位老板打。可接连几天的询问下来，三人都一无所获，而久利生和吴子也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助，以至于俩人在饭店吃豆腐辣汤的时候都差点吵了起来。吴子说，他的旅行从来就没有快乐的回忆。6年前去石衡岛见久利生也一样，当时久利生忙着调查咸鱼失踪案，居然把他直接丢在沙滩上。吴子说完就气呼呼起身要去洗手间，久利生则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好在这时服务员上菜，他终于等到了心心念念的豆腐辣汤。就在久利生拿起勺子准备开动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吴子的呼喊声。久利生汤都没喝上一口，就急匆匆追了出去。可这时吴子已经被人绑上了，一辆白色轿车呼啸而去。看到这一幕的久利生目眦欲裂，赶紧追车。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一个街头拐角处，金警官开车及时出现，一番争斗后顺利将这2个歹徒制服。最后经过警方的一番连夜追问，终于撬开了这2个歹徒的嘴巴。不仅靠着吴子包里的那个肉盘破获大案，还帮久利生他们打听到了那辆面包车的丢弃地图。第2天，在江边成功打捞到那辆男魂面包车后，金警官如释重负，松了口气，终于是能够送走这个爱惹事的小黄毛啊！带着最新证据的久利生回到东京，马上组织第3次庭审，势必要通过确凿证据将梅林定罪。久利生表示，梅林案的案发现场划痕和男魂车上的划痕非常一致，照片证明当时梅林就是开着这辆男魂车从现场逃走。可话音刚落，对方律师就提出反对，吴声强行解释说，车子虽然是梅林的，但是车上的痕迹未必是案发当时留下来的。久利生检察官的举证并不充分，所以他觉得不能光凭车辆痕迹就将梅林定罪。胡生的反驳掷地有声，让久利生一时间哑口无言，最后只能先结束庭审。回到检察院的久利生屁股还没坐稳，搜查科的戴雄就怒气冲冲闯了进来，嚷嚷着要他把梅林案的所有资料全部交出来。戴琼表示，如果久利生没办法将梅林定罪，那就让他们搜查科来接手吧。听到这句话的吴子马上维护起了久利生，表示搜查科平时只处理受贿案，这种伤害致死案他们是做不来的。女生跟检察官上司出去调查案件，结果却犯困睡在楼下的长椅上，眼看吴子马上就要摔倒，久利生也顾不上男女友，赶紧上前扶住他，可最后吴子还是靠着他的肩膀倒下去。就在这时，旁边的车位突然倒进来3辆面包车。看到这一幕的久利生马上有了新的思路。梅林案第4次庭审的时候，他直接反客为主。既然花刚说案发当晚去牙科诊所看牙，看到梅林在保安亭，那他要求前交通大臣花刚下次庭审出庭作证也很合理啊。久利生说完后，就深深看了一眼梅林的律师扑生。检察官要求前交通大臣花刚出庭的消息马上就闹得沸沸扬扬，所有人都在关注着这场离奇的庭审。时间很快到了梅林案第5次开庭当天，久利生问花刚知不知道梅林案的经过，花刚却表示这种无聊的案件自己不需要知道。于是久利生当着现场众人面又将案件叙述了一遍。9月10日晚上8点40分，刚下班的李珊去首饰店拿结婚戒指，准备回家跟自己的未婚妻慧敏求婚，可却在路过三轩茶屋的时候不小心与梅林撞上。在李珊踩到梅林掉落的香烟后，梅林出拳打中李珊面部，导致李珊鼻骨破裂。然后梅林又继续踢向李珊腹部，致使她向后跌倒，撞击贩卖机旁边的石阶之后，梅林逃跑，而李珊被目击者报警送医。在心脏2度停止跳动恢复后，最终因为脑内大量出血身亡。这就是报纸上只用短短文字报道，被花当认为是无聊案件的详细内容。久利生叙述完案件后，话锋一转，询问花当，他9月10日晚上9点左右去牙医诊所看牙，还在保安亭看到梅林，那他当天是怎么过去的？花刚不假思索回答自己是开车去的。久利生询问车子停在哪里，花刚说停在楼下的停车位上面。听到这里的久利生露出奇怪表情，表示牙医诊所的楼下确实有4个车位，但是到了晚上，3楼的建筑公司就会把3部面包车开回来停放，而当天梅林也开着1部男魂面包车。那么请问花刚是怎么无中生变出1个车位来停车的呢？面对久利生咄咄逼人的质问，花刚厚着脸皮选择了沉默。就在庭审进行到卡壳的时候，吴子带着检察院众人出现，表示找到了关于梅林案的最新证据。原来9月10日晚，三轩茶屋1公里外发生了火警，检察院众人连夜寻找目击者，终于在835个围观群众中找到了一张梅林开车路过看热闹的照片。面对久利生的铁证如山，
花刚黑着脸愤怒离场，而梅林案也在正义的判决中落下帷幕。林璎珞稍微给他纪念一点羞涩。晚上，久利生照例把吴子约到了酒吧庆祝胜利。闲聊中，他突然问吴子之前在韩国的时候，将检察官说的那句韩语是什么意思。吴子神色有点不自然地说了句不知道。就在这时，酒吧的老板突然拿来一个电视购物的翻译器，久利生赶紧把那句韩语复述了一遍。看着屏幕上的那句话，久利生想了一会，然后用西班牙语对有点害羞的吴子说了一句话。就在吴子一头雾水的时候，酒吧老板用翻译器帮他这句话又复述了出来。男人会扭胯，事业不会挂。眼前这个长相一般的老黄毛正在办公室肆无忌惮地扭着胯，丝毫没注意到身后有个女生已经被吓得花容失色。不等千家平复心情，五郎部长就走了出来，还告诉他今天调任过来的检察官已经到了。啊，停下！这是久利生时隔7年后再次回到城西分部，此时吴子已经不在这里，而现在这个新事务员千家则是全程冷着一张小脸。很明显，对他的第一印象也不是很好。久利生回来后接手的第一个案子是居酒屋冲突案，嫌疑人大西在居酒屋将店员板下从高处推倒，致使其大腿骨折，被送入医院。久利生询问大西为什么要这样做，可大西却说自己当时喝醉了，不记得。就在这时，五郎部长把久利生和千家喊了出来，表示上面刚打来电话。久利生现在询问的大西跟15年前那起珠宝盗窃案嫌疑人的指纹一模一样，而且那个珠宝盗窃案的诉讼时效在3天后就会失效，也就是说久利生白捡了个大便宜。现在只要正常将大西起诉就行了。15年前珠宝盗窃案犯人落网的消息很快就传得沸沸扬扬，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城西检察院，上面已经升职的牛丸更是信誓旦旦，在记者面前打包票，检察院肯定会第一时间起诉罪犯。可话音刚落就被打脸，五郎打电话过来说，检察官暂时不打算起诉大西，还说要先去珠宝盗窃案的案发现场看看。此时久利生带着千来到15年前发生盗窃案的珠宝店，工作人员告诉他，当年店里被偷走的是一串50克拉的珠宝吊坠，犯人是瞅准保安换班时下手的。拉扯中，小偷作案的锤子掉落，最后骑着提前准备好的摩托车逃离现场。可久利生听完这个案子的证据线索后，还是觉得有奇怪的地方。如果大西真的是当年珠宝盗窃案的那个小偷，在明知还有3天诉讼时效就会失效，那为什么还要在居酒屋闹事呢？久利生的犹犹豫豫让事务员千家很恼火。明明只需要将犯人起诉，这么简单的操作，为什么这个黄毛要搞得这么麻烦呢？久利生可不管千家怎么想，吃完便又直接带着他去医院，见了骨折住院的居酒屋服务员板下。板下说肯定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才让客人生气，他已经决定原谅大西，不追究他的责任了。板下的态度也让久利生觉得奇怪，被人推下楼梯摔断腿都能这么轻描淡写。第二天，久利生径直来到板下工作的居酒屋，询问老板有没有板下应聘时的简历。这时，简历上写的大型2轮车驾照引起了久医生的注意。交谈中，老板说板下每天是骑摩托车上班的，出事后那辆车就一直停在居酒屋后院。久利生和千家到后院一看，发现那辆摩托车已经有些年头了。他掏出从老板那里拿来的钥匙，插入车头，一启动就发现了不对劲。这辆摩托车的声音跟珠宝店盗窃案那个视频结尾的轰鸣声简直是一模一样。而另一边的检察院众人此刻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此时距离珠宝盗窃案的起诉时效仅剩2个小时了。就在这时，千家冲了进来，表示他们已经找到了决定性的证据。现在大西对板下施暴的动机有了，原来大西和板下并不是素不相识。15年前，一座珠宝店被抢走价值13亿日元的珠宝吊坠，当时帮助那个小偷逃跑的人就是现在居酒屋的店员板下。珠宝到手后，俩人怕露出马脚，所以约定等15年后起诉时效过去再拿出来倒卖。没想到在距离起诉时效还剩3天的时候，板下突然产生了想要独吞13亿珠宝的想法，并且偷偷将珠宝转移。意识到珠宝不见的同伙马上跑到居酒屋找到板下，还动手将他从2楼推下，最终导致板下骨折入院。久利生说完，深深看了一眼面如死灰的大喜，表示检察院已经决定对他进行起诉，理由就是故意伤人和财物盗窃。此时离珠宝盗窃案的起诉时效仅剩5分钟，检察院这边的莫次正带着起诉书奔向裁判所盖章。在所有新闻记者的注视下，莫次越跑越快，最后终于在12点前将起诉书盖章生效。听到外面传来的欢呼声，大西还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富二代深夜不回家，跑去猥亵漂亮女白领，结果被别人抓了个现行不说，还被那个学过泰拳女生揍了一顿。看到笔录的久利生也挺无语的，可富家公子就是有钱。审问还没进行多久，律师就赶了过来，
说要保释慎吾先生进行调解。对方律师说的有理有据，久立生也不好强留，只能转头找到被袭击的女生了解情况。公园小姐一见到久立生和千家，就大吐苦水，表示自己是绝对不会和解原谅的。当时她被那个男人从背后抱住，就奋力反抗。在俩人互相推搡的时候，巡逻的警察刚好经过，帮他一起制服了那个男人。告别完公园后，久立生又带着千家来到案发现场。巡警的证词也跟公园小姐的基本一致。久立生还问巡警大叔是怎么知道男人身份信息的。等第二天久立生来到检察院的时候，涉吴的律师已经等候多时了。英警开口就说自己已经和公园小姐谈过了，对方已经愿意和解。这让久立生和千家瞬间瞪大眼睛。明明昨天公园小姐起诉的态度还很坚决，怎么才过了一天就转变这么大？为了知道真相，久立生再次找到公园小姐。可这次公园的情绪很明显有点不对劲，不仅一直练拳的拳馆没去上课，公司那边也请了长假。公务员告诉久立生，昨天接到电话的时候自己也想拒绝他，但是对方开口就是他把圣武给打伤了，如果不答应和解，那么圣武将以防卫过当来起诉他，但是如果答应和解，不仅不会起诉，还会给他一大笔钱。最后迫于压力，公园还是选择了和解。从公园小姐那里出来后，千家气愤不已，他觉得那个富二代就是个人渣，欺负完女生后还逼着对方妥协。可久立生却告诉他没办法，猥亵罪需要受害人亲自控告才能成立，现在这种情况还不如回家洗洗睡。久立生说完便转身离开，而千家则是心情郁闷，跑去酒吧买醉，喝到一半的时候越想越气，居然直接跑到公园小姐那天遭遇色狼的弟弟，想着看看有没有翻盘的新线索，结果一到现场天家就后悔了。这个位置没有任何路灯，而且还是监控死角，一片漆黑。久立生的出现吓了千家一大跳，好不容易才平复完心情。闲聊中，俩人一致觉得这个地方太暗了。当时被陌生人突然从后面抱住，公园小姐应该很害怕才对。就在这时，久立生眉头一皱，然后起身告诉千家有点不对劲。当时慎吾是从这里抱住了公园小姐，但是他的包却出现在对面的桌子上，就算是被打飞，也不可能飞到那么远的地方。唯一一种解释就是慎吾是早有预谋，藏在石桌那边，想等公园小姐出现，然后抱住她，把她拖拽过去。为了找到决定性的证据，久立生和千家来到警局，请求他们帮忙查看当天这片区域的所有监控录像。终于在公园小姐下班前的2个小时前，发现了鬼鬼祟祟提前踩点的圣物。而另一边检察院的其他案子询问中，有女性说认识这个圣物之前，在大学时期她的名声就不是很好，经常被爆出侵犯女性的丑闻。只不过听说她特别有钱，所以每次都没能留下案例。掌握证据的久立生再次联系公园小姐，让千家给他做足了思想工作，终于让公园下定决心起诉圣吴这个人渣败类。小混混公园偷井盖被抓，检察官例行审问的时候，却收到62封请愿书，全部都要求对小混混网开一面。可让久立生没想到的还在后面。审问进行到快结束的时候，小混混飞田突然兴奋地看向旁边的事务员千家，表示自己和他以前是熟人。黑田离开后，久立生就一直逗着千家说，怪不得千家的眼神那么凶狠，原来是之前当过小混混练过的。千家赶紧解释，那都是10年前的事情了。在老家木更津这种小地方，可爱的小女孩会显得很扎眼，男生看到都会对你不安好心，自己也是没办法才加入那种混混小团体。看到久立生认可点头，千家连忙趁热打铁，表示自己虽然当过小混混，可当时也没做过什么大的坏事，怎么说也是一个温柔型的女混混啊。久立生听完努力憋笑，赶紧借口表示要去案发现场看看。这是一个公园附近的交叉路口下水道，案发时间是凌晨2点左右。当时飞田刚想动手偷井盖，就被巡警大冢抓了个正着。询问完案发经过后，久立生想去找些请愿书的那些人了解情况，没想到却被千家强烈反对。他觉得久立生有点多此一举，明明飞田偷井盖被抓，人赃并获，直接定罪不就好了吗？被打脸的千家此刻有点尴尬，可还是坚持对以前的伙伴进行了询问。但是被问到的平头男仓时，就有点恼羞成怒，大声嘲讽千家不过就是个跑腿，问的那么详细干嘛？好在久立生及时护在他身前，才结束冲突。第二个被询问的也是千家以前的熟人，不过这个女生态度就好很多，表示那个请愿书不是自己真心想写的，是以前的老大仓要求他们每人写1份，这让久立生瞬间有了新思路。等62份请愿书询问结束后，天已经黑了。下班前，久立生特意请千家去小酒吧喝了点东西。闲聊中，他问千家为什么选择当事务员，千家表示没什么很大的理由，她可是一个有事业心的温柔型女混混啊。
所以大学毕业后就找了检察官事务员这份稳定的工作。千家说完就起身先离开了，结果走出酒吧没多远，意外出现一辆面包车，突然从他身边冲了过去。然后从车上下来两个手拿棒球棍的成年男性，而另一边的久立生还在酒吧津津有味看着电视购物，刚好看到千家的手机落在桌子上面，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手机追了出去。结果一出门就看到千家被人追着跑，他赶紧护在千家前面。久立生的气势成功吓跑了对方，事已至此，他也不放心千家自己回家了。在公交车上，千家犹豫了许久，还是告诉久立生，刚才俩人里面有一个是仓石的声音。久立生听完觉得有点奇怪，如果是因为飞田偷井盖这件事，仓鼠完全没必要过来找千家麻烦。很显然，这个井盖案里面还有内情。第二天一大早，久立生就联系了之前的巡警大主，和他一起跑遍了最近丢东西的地方，终于在一个丢滑梯的公园里找到了新线索。回到检察院，久立生马上对飞田进行审问，表示3个月前在烈马区的梨园公园里，有个流浪汉不知道被谁袭击致死。根据现场流浪汉同伴的证言，有一群小年轻想要偷公园的娱乐设施，流浪汉过去说了一下，就遭到暴行。当时那个流浪汉被一个小年轻突然跳起，飞踹倒下后就永远起不来了。逃避乐里，听到久立生直击灵魂的拷问，飞田这下彻底慌了神，甚至对旁边的千家也开始慌不择言，大骂他出卖曾经的同伴。检察官女生第一次审问女犯人，结果就遇到一个神棍大妈。吴子当然不信这些东西，直接伸出手掌要让大妈当面算命。结果大妈却说吴子的前男友会回来找她，还说她的命运线乱七八糟的，气得吴子二话不说就给了大妈一个拘留处罚。送走大妈后，吴子还在回想刚才那些话。结果南国支部的部长突然出现，把他喊到办公室，表示大阪这边有个叫三成的女生，昨晚被车撞死，因为案发地点是在东京那边，所以他决定派吴子过去联合办案。这次东京分部帮忙的检察官他已经提前联系好了。来到东京后，吴子一路磨磨蹭蹭，最后在事务员的催促中，他只能厚着脸皮来到城西检察院里面。结果一进门就和久立生来了大眼瞪小眼，一番互相嘲讽寒暄后，五郎部长把俩人喊到办公室。吴子表示，三成小姐是大阪那边一个案子的重要证人，涉及到当地最大的地下组织，所以他觉得这个案子可能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为了更加详细了解案发经过，久立生带着吴子来到现场调查，同行的还有事务员千家和一只。当时的车祸时间是晚上11点左右。死者三是从转角的这面墙突然飞奔出来，久立生尝试模拟了一下，发现这个位置确实是驾驶盲区，就算驾驶员遵守法定速度，也是无法避开的。这时，吴子朝着三成小姐妹晚出现的方向走过去，结果来到一个紧闭的小石门前面，于是俩人又沿着石门的围墙绕了一圈，终于来到了这个建筑物的前面。赶走！听说久立生查案查到使馆，五郎部长赶紧喊停，可久立生哪里会理会这些，直接朝着使馆的门铃就按了下去。任性的后果往往来的就是这么快。牛完自喜，马上把久立生和吴子喊到办公室，表示纽斯特利亚的使馆来抗议，说久立生好像按了很久门铃。久立生却说自己收到了五郎部长发来的照片，那个三成小姐死亡前的2小时确实和一个纽斯特利亚人在一起过，可牛丸却坚持说使馆内部是他们检察官无法触及的地方，所以不要再去骚扰人家了。眼看硬的不行，久立生只能来软了。他和事务员千家进行寻找，终于发现了一家开在东京的纽斯特利亚餐厅。在连续吃了几碗纽斯特利亚大香肠后，久立生终于等到使馆的人过来用餐。为了能够拉近距离，他还掏出了提前准备好的道具，正是纽斯特利亚人最喜欢的法式滚球，也就是大号弹珠。在一番热烈游戏过后，几人的关系瞬间拉近。于是千家趁热打铁，掏出那张照片，果然询问到照片中的那个男人就是使馆的人。没想到千家这一举动却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最后聚会更是闹得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件事情发生后，久立生还是照常上下班，可第二天却在上班途中遇到了意外。本来是正常等红绿灯的他，突然被人推了出去。要不是对面车子刹车踩得快，估计久立生小命就得交代在这里。可这都还没完，上班到一半的久立生又被外务省的人喊过去。松叶局长表示久立生的行为很不好，请立刻停止一切违法的搜查活动。说完不给久立生任何解释机会，就下了送客令。从外务省出来后，天色已经有点黑了。久立生带着千家来到街边一家关东煮小摊吃晚饭。千家说久立生跟吴子小姐以前肯定是很合拍的组合吧，要不然8年没见面也看不出任何生疏。久立生听完后努力憋笑，然后很认真地告诉千家别瞎想，他现在的搭档就是千家。结果话音未落，意外又发生了。
一辆翻斗车就直接把他整个人撞飞。等久立生迷迷糊糊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医院，身边则是连夜坐新干线赶过来的吴子。俩人一合计，发现这件事有点不简单。无论是被人推出马路，或是开车撞倒的行为，都很像大阪那边地下组织二期会的手法。而久立生是开始接触使馆案子后，才遇到这些事。也就是说，这个纽斯特利亚使馆跟暴力团伙可能有联系。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检察院的同事们自发起来帮久立生调查。经过众人的不断摸查，终于找到了新的证据。在一档街边节目的录像里面，意外拍到二期会的少当家赤松与一名纽斯特利亚人接触。俩人还交换了手里面的手提包。吴子推测赤松可能用钱交换了非法药物。这时，检察院的田村也打来电话，表示找到了那天撞倒久立生的那辆翻斗车。翻斗车的所有者就是在二期会旗下的公司上班，一切的证据都指向二期会和那个使馆就是一伙，而非法药品就是二者的接触点。现在只需要证明事发当晚死者三成小姐是从使馆出来，那这一切就全部能够联系起来了。眼看久立生又把念头打到使馆上面，五郎部长赶紧制止，表示不行，他们检察院是没办法插手国家使馆内部。就在这时，屋子突然发话，表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明天晚上在纽斯特利亚使馆里有个每年都会举行的宴会，他这里刚好有2张宴会的门票。于是，为了摸查出三成小姐是否进入过使馆，久立生和吴子盛装打扮出席晚宴。于是，穿着像服务生的久立生和穿着像女招待的吴子一路骂骂咧咧，从门外花园一直对骂到宴会讲话开始才停了下来。就在久立生四处观察的时候，和三成小姐有过接触的科尔曼出现在他视野中，来不及多想，久立生赶紧追了过去。俩人在纵横交错的房间中来回寻找，终于成功把科尔曼给跟丢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虽然科尔曼被跟丢了，但是久立生却发现了一个带后门的小院。也是在这里，他又发现了新线索。久立生告诉吴子，三成小姐死亡那天脚上没穿鞋，还沾着泥土，这种泥土跟纽斯特利亚后院这个泥土非常接近。交谈中，久立生又发现了地上闪着光的水晶，而这也是三成小姐高跟鞋上的装饰物啊！就在俩人还在讨论案情的时候，意外再一次出现了。一个纽斯特利亚警卫发现了他们，还把这对孤男寡女关进了使馆的小壁窖里。女生时隔多年又跟前男友出外情，结果却被关到一个密室里面，看着身边依旧长相普通的久立生吴子，却不自觉回想起以前和他单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心头难免一阵火热的悸动。而此时的久立生还在为把吴子拖进案子感到愧疚。就在俩人气氛开始有点尴尬的时候，纽斯特利亚使馆的人突然进来，询问久立生他们潜入使馆的目的。久立生赶紧解释自己是来调查三成小姐那个案子，可使馆的人却说他们这样是违法的。毕竟使馆是有外交特权，不能调查的。就在俩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大使突然走了进来。久立生定睛一看，不正是自己在纽斯特利亚餐厅遇到的那个大叔吗？罗兰大使让久立生俩人先回去，剩下的事情他会处理。果然，第二天检察院的五郎部长就接到电话，表示纽斯特利亚使馆正式邀请久立生过去。久立生带着吴子和千家前去赴约。但会客室简单讲述了三成小姐的案子，还有纽斯特利亚使馆有人和二期会混的事情。罗兰表示自己成为大使之前，曾经在大学教法律，所以他清楚有些规则必须遵守。如果久立生的调查属实，那拥有外交特权的维尔内马上就会回国接受审判，而没有外交特权的科尔曼则交给你们去处理。从使馆出来后，久立生心情舒畅，回到检察院，马上找来科尔曼开始审讯。审讯结果也很流畅，科尔曼最后承认三成小姐那天晚上是他带回使馆的。后面追逐的时候不小心发生了车祸。审讯结束后，久立生留下来整理资料，而千家则是来到小酒吧送别吴子。临别前，千家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心里面一直想问的那个问题。吴子说，久立生这个人是个怪胎，固执又自私，任性又不愿意放弃。可只要跟他在一起，就会不自觉变得很认真。如果真的要他说出久立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他只能回答久立生就是久立生。吴子说完就要离开了，不过临走前还是给千家留了一句话。从小酒吧出来后，吴子便要回大坝，没想到却在林荫道上遇到了久立生。看到久立生的瞬间，吴子突然一阵恍惚。他记得当初久立生被调任到石衡岛分部的时候，自己也是跑了一路来到这里跟他告别的。如今年华已逝，俩人都不再年轻了。沉默了许久，吴子率先开口，表示自己马上就要调职了，这次要调到石衡岛分部去。他决定走一遍久立生以前走过的路。久立生听完后，笑着走到吴子身边，自顾自地说：“石衡岛上有一种酒很烈，吴子到时候肯定一杯就倒。”
最后，俩人在这个满是阳光的冬日下午完成了告别，然后各自朝着自己的人生新方向走去。阳光透过纵横交错的树枝，斑驳地洒在俩人身上，就像14年前那俩人刚认识没多久的冬日午后一样。